加里肋亞海位於以色列嘅東北部，聖經裏面提及嘅基乃勒特湖、格乃撒勒湖同提庇黎雅湖所指嘅其實都係同一個內海。呢個湖係繼死海之後海拔最低嘅湖泊，亦係全個中東最大嘅淡水湖。如果你要行晒成個湖呢，要1日㗎，因為南同北嘅距離係21公里，打橫最闊嗰度係12公里。而家我哋係喺海拔之下200公尺，呢個海面係200公尺。如果你上翻200公尺呢，先至係 sea level。換句話講咧，呢個咁大嘅淡水湖咧，係有得睇就冇得用嘅。古代咧佢冇水泵嘅，所以淨係周圍咧先可以利用到呢啲水。你唔可以將啲水咧運上山上嘅。因此咧，呢個湖咧當時為灌溉嚟講咧個作用唔係好大嘅，反而咧就係佢哋可以航行啦，可以捉魚啦。呢個湖裏邊咧有成30幾種魚咧。但係其中咧，起碼有15、16種係有經濟價值嘅，即係話可以食用嘅。其中最出名一種就係 tilapia， 我哋叫佢做咧聖伯多祿魚嘅。開喺湖邊嘅餐廳，為咗吸引遊客，好多都會提供聖伯多祿魚呢一道菜式。聖伯多祿魚起源於馬竇福音裏面嘅一段記載。話說，當耶穌同門徒去到湖邊嘅葛法翁嘅時候，有人向伯多祿同耶穌徵收聖殿稅，耶穌就叫伯多祿去釣魚，釣上嚟嘅第一條魚打開就會揾到一個錢幣，可以用嚟俾伯多祿同耶穌嘅殿稅。呢條魚後來領咗洗啦，我話係咪啊？佢叫做伯多祿魚。咁一陣間你食魚嘅時，記得睇下佢口裏邊有冇咯喎。可能係佢嘅後代啊嚇。都會有錢㗎。喺耶穌時代，湖嘅西岸係猶太人地區，東岸係外邦人地區。呢一點原來只要細心啲睇聖經，亦都能夠推敲出嚟。耶穌有一次呢，佢就係過咗去對面，佢上岸之後有一個人附咗魔嘅。呢個人呢，後來耶穌幫佢驅魔，啲魔鬼去咗邊啊？去咗豬群嗰度啊嘛。如果喺呢邊係冇豬嘅。係嗰邊先有嘅，因為嗰度係外邦人嘅地方，所以啲豬咧發晒癲衝咗落去呢個湖裏邊。如果你有興趣，可以潛水落去睇下，仲有冇豬骨？你睇下嚇，喺嗰度有冇？2000年啦嚇。加里肋亞湖景色優美，令人心曠神怡。但係耶穌挑選加里肋亞一個距離耶路撒冷超過100公里嘅地方，作為佢開始傳教嘅地方，其實亦都同嗰陣時嘅加里肋亞人有好大關係。點解耶穌喺加里肋亞傳教呢？加里肋亞人呢係比較開明啲嘅，同耶路撒冷啲好狹窄噶，淨係睇住聖殿啊，淨係睇住我哋係猶太人，你哋係外邦人，你唔得救嘅，我哋得救嘅。我哋係義人，因為我哋識得天主嘅法律，我哋會守。你哋都唔知道天主法律有幾多條，守咩啫？係嘛？我哋係唔同嘅，所以嗰啲耶路撒冷嘅猶太人咧，好多係比較保守啲嘅。喺呢度嗰啲咧，佢周圍見到有外邦人接觸啊，有第啲係咪？佢哋係開明啲嘅喎，所以耶穌喺呢度傳教喎，佢中意喺呢度。如果睇下耶穌揀選嘅宗徒嘅背景，就會發現12宗徒之中，只有出賣耶穌嘅猶達斯伊斯加略唔係嚟自加里肋亞。睇嚟耶穌同加里肋亞人的確比較投緣，而且由於地理嘅關係，宗徒多數都係漁夫。耶穌一開始傳教，佢想人同佢一齊合作嘅，唔係淨係佢自己宣講。佢選咗12個宗徒，我哋會發覺咧就係。呢啲宗徒雖然係漁夫啊，不過未必係我哋所心裏面所諗嘅。啲漁夫好窮噶，佢哋去釣魚啊，釣唔到就冇得食，唔係咁啊。因為食得魚嘅人咧係有錢佬嚟嘅。喺中東一帶能夠有機會食魚嘅人咧，佢哋買得起嘅要，所以佢哋咧應該都有少少嘅可以話有啲財富啦，少少都係咪啊？好啦，所以呢個耶穌唔係話召叫一班窮人，而且仲有啊，佢哋識得講好多話嘅。佢哋識講希臘文嘅，唔單止係識講呢個阿拉美文喎。你知道後來若望寫福音嘅喎，係咪？即係呢啲宗徒咧，佢都有佢哋自己嘅專長嘅。耶穌就係召咗佢哋，要佢同佢一齊合作咧，嚟到去傳福音嘅。耶穌最先召叫嘅係2對兄弟，
伯多祿同安德肋，仲有雅各伯同若望，佢哋都願意放低自己嘅一切，即刻回應。咁耶穌係同佢哋講：來跟隨我嚇。咁我好記得就係佢話：我要你做漁人嘅漁夫。令我覺得好震撼嘅就係當其時佢嘅父親都喺度啦，佢都放低咗父親，放低晒佢個捕魚喺一生都係做緊呢一個職業，去跟一個佢唔識得嘅人。咁呢一份嘅勇氣，我覺得好值得我去效法。福音裏面記載咗耶穌同宗徒多次撐船去到對岸，而佢哋喺船上嘅事蹟，亦都係好多藝術作品嘅題材。但係耶穌時代嘅漁船實際上係點樣嘅呢？1985年嘅夏天，加利勒亞地區非常炎熱，而且冇落雨。為咗灌溉農田，啲人不斷抽取淡水，導致水位越嚟越低，露出大片泥灘。一對喺附近從事捕魚嘅兄弟係業餘考古愛好者，佢哋知道呢個係發掘古蹟嘅好機會。結果佢哋喺泥漿裏面發現咗一隻古船。經過考古學家嘅驗證，發現呢隻船嘅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1世紀。呢一隻船長8米，闊2米，而家被放置喺位於基洛薩嘅博物館裏面。佢發現咧，呢隻船唔係用一種木，係用好多最差唔多10幾種嘅木咧夾埋一齊整出嚟嘅。咁呢隻船嘅船頭咧爛咗啦，你可以見到咧呢隻船嘅船頭，如果你係冇爛嘅話咧，仲要高啲嘅。而家爛咗啦，咁啊船尾喺嗰度，但係呢隻船咧真係足夠裝到咧耶穌嘅12個門徒加埋耶穌嘅。朝頭早嘅加里肋亞湖風平浪靜，但係到咗下晝或者黃昏，就有可能出現大風浪。福音裏面記載，耶穌同門徒遇到大風浪，就係發生喺夜晚。耶穌咧叫佢哋上船，我哋去對岸。於是咧佢哋撐得好辛苦，點解？因為逆風啦，有風啦，有浪啦，甚至佢話耶穌喺隻船尾度瞓覺。佢哋咧就好辛苦，咁後來叫醒耶穌，係咪啊？好驚。我哋就死啦！你唔理我哋咩？呢一段呢，其實都反映到我哋嘅教友生活一啲嘅特色係乜嘢呢？有陣時我哋明知天主係同我哋一齊嘅，但有陣時你唔覺得佢嘅喎？點解呢？因為佢唔出聲嘛。耶穌喺隻船上嘅，同佢哋一齊嘅，佢瞓覺啫嘛。但係佢哋唔忘記咗耶穌喺度喎，所以佢哋好驚喎。最後耶穌起身，斥責咗風同海，風浪就平息啦。當我哋嘅信仰係平靜嘅時候，我哋好開心嘅。但當我哋一經到風浪嘅時候，每當我哋經過黑暗嘅時代咧嘅時期咧，我哋人生有好多黑暗，唔同時段嘅黑暗，我哋有冇懂得嘅嗰份交託同埋信賴咯？